刘亦菲这是要跌落神坛了吗？她过去演的全部是古装剧，被称为天仙和神仙姐姐。当然了，对于刘亦菲的颜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刘亦菲营销确实很厉害，不管剧演的怎么样，营销号都是一致好评的。最近，刘亦菲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现代剧，就是和李现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这种类型的剧在内娱是挺少见的，属于田园治愈剧。刘亦菲这部剧绝大多数场景都是在大理取景，呈现的是大自然和乡村风貌，画面确实很美，像风景宣传片。剧情推进比较慢，没有太多戏剧冲突的场面，更像是慢悠悠的文艺片。去有风的地方讲述了一个北漂女生许红豆经历闺蜜突然离世的打击后，决定辞职到两人曾经约好的旅游目的地大理暂住3个月，结识了一群在大理生活工作的同龄人的故事。其实刘亦菲跳出古装舒适圈，愿意接现代剧，这部剧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万万没想到，观众对于这部剧根本就不讨论这部剧本身，先是把刘亦菲的状态给吐槽了，说刘亦菲胖，身材差。之前刘亦菲拍古装，宽大的衣服完全看不出她的身材怎样，平时看到的图也全部都是精修过的。这下拍现代剧全部都暴露了。毕竟在娱乐圈，女明星要有纤瘦的身材，上镜才会好看。现在看来，刘亦菲的身形是比较丰腴的，所以有人觉得她不注重身材管理，看着太胖了。也有人觉得不应该对女明星太苛刻，毕竟刘亦菲正是因为有脂肪支撑，脸部才没有凹陷。只能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剧里，刘亦菲有些镜头确实显胖，比如这套黑色 T 恤配紧身牛仔裤的穿搭，腰线全无，腿还特别粗。从侧面看的话就更虐了，可以用微胖来形容，并不符合大部分人对女明星身材的想象。而且当刘亦菲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脸也是圆圆的，肉感十足。脸上有肉确实是有好处的，年纪上来之后，脸部各个地方，比如眼窝、鼻翼旁的部位不会凹陷，所以35岁的刘亦菲有着饱满又自然的脸部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了，显不显胖还是得看穿搭和拍摄角度，年纪大了之后，脸上有肉也不是坏事。在嘴姐的审美里，现在的刘亦菲还算过得去的，嘴姐从来就没觉得刘亦菲漂亮，只是长相有点清纯，可能也是没有期待，所以也就没有伤害。刘亦菲虽然天仙滤镜有点破，但是饰演许红豆这个角色还是非常匹配的。许红豆是一个在剧里比较贴近真实打工人形象的角色，比那些都市情感剧、职场剧都要接地气。许红豆辞职前是一位5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平时的工作是对内指导下属工作，对外服务酒店客户，上班忙成狗，休息日也要跟客户对接，精神上没法得到完全的放松。虽然许红豆已经混到5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是个比较高级的打工人了，但他的愿望还是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希望能在大城市扎根，买房、买车、找男朋友，只是他奋斗了10年后，攒的钱也只够买几平米。他租的房子也不是那种豪华样板间，而是面积比较小的老房子，家具也不会太讲究，但总体温馨整洁。从外形上看，刘亦菲在剧里的打扮也比较符合打工人的状态。上班的时候，许红豆会打扮得漂漂亮亮，但下班回家后不会那么讲究，只会穿最普通的睡衣，时而让头发散落，只用夹子夹住刘海，时而把头发随意的扎起来。哪怕许红豆买得起名牌包，也不会每天不重样的换包，一个包可以搭配好多套衣服。跟那些每换一套衣服就得搭一个不同包的女主角相比，许红豆可以说很接地气了。在这部剧中，刘亦菲和李现的 CP 感还是有的，配上大理纯净的自然风景和古色古香的村落风貌，确实挺让人放松的。而且这部剧里呈现的群像都是普通人的故事，没什么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悬浮感。
总的来说，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身份，刘亦菲在剧里的身材不应该被嘲笑，因为她演的就是普通人，生活中很多女生的身材都没办法，也没必要像女明星一样显瘦。但如果是作为女明星，刘亦菲的身材被嘲也是正常的，毕竟像杨幂、倪妮那样的身材明显更上镜，而且刘亦菲日常活动的精修照也都是按那样的标准去 P 图的，V 脸、细腰一个不少，可她本人跟精修图的身材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可以理解为她希望拥有精修图那样的状态，但她不是。刘亦菲被观众吐槽的不仅是身材，还有演技。在之前，有不少网友依然认为刘亦菲是我们的神仙姐姐，可就在《梦华录》和去有风的地方播出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刘亦菲也只是被媒体炒冷饭，外加卖新货的一个摆烂演员而已。刘亦菲的真实演技，通过去年和今年播出的这2部剧就能了解个大概。比如在有风里，当她听到闺蜜去世的消息时，也只是捂了捂嘴，好像很惊恐的样子。但是看不出他是喜是悲，还莫名有一种听到死讯松了口气的感觉。表达震惊加伤心的什么时候靠捂嘴就能表达了，这样的表演看不出有什么悲伤情绪。而在《梦华录》中，刘亦菲也是这样表演的，当她偷听见有人给自己的心上人安排婚事时，她也是捂这样嘴，表现出了一副想打哈欠又打不出的感觉，一点也不像吃惊和失望。原来刘亦菲跟杨幂都属于一个派系，那就是捂嘴派。在《梦华录》中，刘亦菲拉胯的不止这一个表情，出道20年的她，哭戏一点也没有进步，无论有多难过，每次表现都一样。最关键的是，刘亦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动作变得这么多，抠额头、抠鼻子、抠耳朵、抠脖子，这些动作太没有意义。虽然在剧中用了原声，可他自己连台词都没背通顺就开始演了，因为忘台词，眼睛经常忽闪忽闪，断句奇怪的像念课文。与其这样的表现，还不如用配音。刘亦菲以往的角色基本上用的都是配音，能让这些角色变得完美经典，都少不了配音演员献声的功劳。刘亦菲出道20年还演技拉垮，只能说明她自己摆烂不用心。大家一定是忘了刘亦菲在《天龙八部》中的盲人演技了。说白了，之前刘亦菲就是一个空有颜值没有内容的花瓶，但是更是连花瓶都没了。10几年前，刘亦菲的演技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还可凭借人设和颜值营销，她还是成了不少人的童年白月光。只不过10几年过去了，刘亦菲的演技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甚至还有退步，这就让很多网友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了。如今刘亦菲自己把她的天仙滤镜打碎了，想要重回巅峰真的有点难了。